第一课，克服语言障碍。嗨，安娜，你在生活中遇到过任何语言障碍吗？嗨，约翰。是的，我有。有时候，这很具有挑战性，但我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方法。你呢？绝对可以。语言障碍可能很困难，但也可能是成长和学习的机会。你是怎么对付他们的？我努力通过上语言课和与母语人士一起练习来提高自己的语言技能。它帮助我获得了信心。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积极寻求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是克服语言障碍的关键。你遇到过任何具体的挑战吗？我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理解能快速说话的母语人士。我练习了听力，逐渐变得更擅长理解细微差别。我能理解这一点。快节奏的对话可能令人望而生畏。我发现积极倾听并在需要时要求澄清对我有帮助。这是个好方法。要求澄清表明你愿意学习，并能确保更好的理解。你还用过其他策略吗？我还使用了手势和面部表情等视觉辅助工具来帮助沟通。当言语不够时，它有助于传达我的信息。非语言交流至关重要，它增加了我们的对话深度，并且在仅靠语言还不够时可以弥合差距。还有其他提示吗？沉浸式在提高我的语言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母语人士共处，并在现实生活中练习会有所作为。沉浸感确实很强大。身处一个会说语言的环境中，自然会加速我们的学习。对此还有最后的想法吗？把语言障碍当作成长的机会，只要有耐心、练习和开放的心态，我们就能克服语言之旅中的任何障碍。第二课，取得平衡，价格与质量。你好 ，Anna，在价格和质量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觉得吗？嗨，约翰。当然，在做出购买决策时要考虑这两个因素很重要。你通常采取什么方法？我倾向于研究和比较不同的选择，以确保物有所值。你呢？我也一样。我正在寻找能够在质量和可负担性之间取得良好平衡的产品或服务。这是关于做出明智的选择。确实是明智的选择。有时，选择最便宜的选择可能会导致质量失望。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是的，我有。在某些情况下，我选择了最便宜的选择，却意识到它没有达到我的期望。质量很重要。我完全同意。质量通常会带来更高的价格，但如果它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并且使用寿命更长，那是值得的。有什么技巧可以找到平衡点吗？一个技巧是阅读评论并收集使用过该产品或服务的其他人的反馈，它有助于做出明智的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听取他人的经历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正在考虑的内容的质量和价值。你还考虑其他因素吗？我还会考虑保修、退货政策和客户支持，这些因素影响购买的总体价值。很棒的观点。即使初始价格略高，可靠的保修和良好的客户支持也可以增加可观的价值。还有最后的想法吗？必须记住，价格和质量之间的正确平衡可能会因个人需求和偏好而异。约翰，你对此有何看法？我同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先事项，找到最适合我们的方法很重要。从长远来看，保持平衡可以确保满意度。第3课，大型组织中的有效沟通。安娜你好，我想讨论在大型组织中进行有效沟通所面临的挑战，这可能非常艰巨。嗨，约翰，你说的对，与不同层次的人沟通可能具有挑战性。你使用什么策略？我会根据与之交谈的人来调整自己的沟通风格，这有助于理解他们的观点。这是个好方法。意识到不同的沟通方式可以促进更好的理解。对待上级有什么技巧吗？在与上级沟通时，我一定要简明扼要，尊重他人，并专注于他们需要知道的关键点。绝对可以。上级的时间通常有限，因此切入正题并提供相关信息很重要。同行怎么样？与同行，我的目标是进行开放和协作式的沟通。我积极倾听并分享想法，以促进团队合作。协作是关键。分享想法和倾听他人的观点可以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下属怎么样？在与下属沟通时，我会努力保持平易近人的态度，并在需要时提供明确的指示或指导。这很重要。平易近人鼓励开放的沟通，明确的指示有助于避免误解。跨部门沟通呢？跨部门沟通需要积极倾听和有效协作，打破孤岛和共享信息至关重要。打破孤岛可以促进协同作用，并确保每个人都在同一页面上。你在这方面遇到过任何挑战吗？有时，不同的部门可能有自己的行话或技术术语，澄清并确保相互理解很重要。确实如此。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在需要时要求澄清，可以弥合任何沟通差距。虚拟通信怎么样？虚拟通信可能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对于远程团队而言。我努力有效地使用视频通话和书面交流来保持联系。视频通话有助于提供非语言线索，清晰简洁的书面信息可确保有效的沟通。你如何处理误会？当出现误解时，我会立即予以解决，
并寻求对方的澄清，以消除任何混乱。及时解决误解可以防止进一步的沟通不畅，并促进积极的工作关系。对大型组织中的有效沟通还有最后的想法吗？有效的沟通是组织成功的基础，它可以建立信任，促进协作，并确保每个人都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第4课，合同修订和最终审查。嗨，安娜，我已经修改了合同，我会把它发给你做最后的审查。嗨，约翰，听起来很棒，感谢你为做出必要的更改所做的努力。收到后我会仔细检查的。完美，我一定要谈到我们之前讨论的所有问题。我相信新版本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的协议。听到这个消息令人放心。在合同修订中，对细节的关注至关重要。我将对其进行彻底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我相信你在审查合同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澄清，请随时与我们联系。谢谢。在此过程中，清晰的沟通是关键。如果有任何需要澄清或调整的地方，我一定会联系的。太棒了！协作和开放式沟通对于创建可靠的合同至关重要。一旦您感到满意，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绝对可以。签订一份保护双方并确立明确期望的合同很重要，我会全神贯注的。我感谢你为此付出的努力。您的意见和详尽的态度确保了我们达成强有力而公平的协议。花点时间看点评。感谢您的信任。如果需要，我将确保及时提供反馈和建议，以进一步改进。您的专业知识和见解非常宝贵，我热切地等待着你的评论和意见，让我们共同努力，成功完成这份合同。我同样致力于此。我将尽一切努力及时审查合同并提供反馈。我们的团队合作将带来积极的结果。我对此毫不怀疑。我感谢你在完成这份合同方面的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我期待你的回复。第5课，释放潜力，探索网红营销。嗨，安娜，你有没有尝试过通过网红营销来利用技术？嗨，约翰，是的，我有。这是一项强有力的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吸引更广泛的受众。你也探索过吗？绝对可以。近年来，网红营销变得越来越流行，这是利用拥有大量追随者的个人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你的经历是什么？我发现与有影响力的人合作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参与度。他们的真实建议引起了追随者的共鸣。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寻找价值观与您的品牌一致的影响者可以产生重大影响。
如何识别合适的影响者？研究是关键。我寻找能满足我的目标受众并拥有忠实追随者的有影响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质量胜于数量至关重要。我同意，参与的追随者更有可能信任网红的推荐。你看到网红营销的正投资回报了吗？是的，我有。通过跟踪网站流量、转化率和社交媒体参与度等指标，我可以衡量网红合作的影响。太棒了！能够量化结果有助于评估网红营销活动的有效性。您如何处理协作流程？从一开始就建立明确的期望和目标很重要。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建立牢固的关系确实至关重要，它增强了合作中的信任和真实性。你在网红营销方面遇到过任何挑战吗？挑战之一是找到合适的人选，选择真正能与您的品牌价值观和目标受众产生共鸣的影响者至关重要。我明白这将是一项挑战。真实性是网红合作伙伴关系成功的关键。对网红营销还有最后的想法吗？有策略的使用网红营销可以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工具。持续评估和调整方法以保持相关性非常重要。说得好，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网红营销有可能释放新的机会，并以有意义的方式将企业与受众联系起来。第6课，写作选择，探索钢笔世界。你好 Anna， 选择一支钢笔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有什么关于如何决定的建议吗？嗨，约翰，我理解这个难题。选择笔时，请考虑舒适度、墨水质量和使用目的等因素。你的偏好是什么？舒适度绝对很重要，我更喜欢握感好、书写体验流畅的笔。你对舒适的钢笔有什么建议吗？绝对可以。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和橡胶握把的笔往往能提供舒适的书写体验。像 Uniball 和 Pilot 这样的品牌提供了这样的选择。这很有帮助，我会调查这些品牌。墨水质量怎么样？我想要一支书写流畅且不易弄脏的笔。为了书写流畅且减少污迹，中性笔或滚珠笔是不错的选择。它们提供稳定的墨水流和鲜艳的色彩。是中性笔和滚珠笔，我会留意这些的。是否有任何以墨水质量闻名的特定品牌？是的，像 Sakura、Pentel 和 Pilot 这样的品牌以其高质量的墨水而闻名。它们提供愉快的写作体验和可靠的性能。太棒了，我会看看这些品牌及其产品。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目的。我应该考虑使用不同的笔来完成不同的任务吗？
使用不同的笔来完成不同的任务可能会有所帮助。例如，细尖笔非常适合精确书写，而粗体笔则非常适合突出显示。我明白了拥有各种各样的笔的价值，它确保我有适合不同情况的工具。还有其他我应该考虑的因素吗？还值得考虑价格和物有所值，有些笔可能更昂贵，但它们具有耐用性和持久的性能。价格和价值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我会确保在质量和可负担性之间找到平衡。感谢您的指导。第7课，引导谈判，利益最大化。安娜你好，我获得了一份新工作，我想就医疗保险和住房补贴等福利进行谈判。有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小贴士吗？嗨，约翰，恭喜你有新的工作机会。在谈判福利时，研究行业标准并向公司强调您的价值非常重要。你做完功课了吗？是的，我已经对标准福利套餐进行了一些研究。在进入谈判之前，我想确保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应该记住任何具体的策略吗？绝对可以。首先，重点关注您为公司带来的价值以及如何为公司的成功做出贡献。然后，表达您对福利的需求和期望。这是有道理的。通过强调自己的价值，我可以证明为什么我应该得到我所要求的福利。我应该如何谈判医疗保险？首先，收集有关公司当前医疗保险计划的信息，然后提出您对保险的任何具体需求或疑虑，并询问定制计划的可能性。定制计划以满足我的特定需求听起来是个好方法，我会确保有效地传达我的要求。那么，谈判住房补贴呢？在谈判住房补贴时，研究公司所在地区的生活成本，提供这些信息，并解释住房补贴将如何帮助您保持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好主意，证明住房补贴对我的福祉和生产力的影响可以加强我的谈判地位。我还应该考虑谈判其他好处吗？这取决于您的优先事项和公司的政策。可以考虑谈判的其他一些好处，包括退休计划、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职业发展机会。退休计划、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职业发展对我来说绝对很重要。我一定要在谈判过程中讨论这些好处。感谢您的指导。第8课，晚餐计划。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今晚的晚餐，做意大利面怎么样？这是我的最爱之一。嗨，约翰，意大利面听起来很好吃。你想做什么样的意大利面？我本来想用番茄酱和肉丸做意大利面，这是一部经典之作，总是令人满意。听起来很完美。我喜欢美味的意大利面和肉丸。我们有所需的所有食材吗？
是的，我检查了储藏室，我们有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有意大利面、番茄酱、碎牛肉和香料。太棒了，我可以帮忙准备。我们应该从做肉丸开始吗？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让我们将碎牛肉与面包屑、鸡蛋、蒜末和一些意大利调味料混合。听起来很好吃。我会把混合物做成肉丸，同时你用一些橄榄油加热平底锅。完美。平底锅变热后，我们可以将肉丸的各个面都变成褐色，直到它们煮熟。在煮肉丸的时候，我将开始烧开水做意大利面。我们应该煮意大利面多长时间？意大利面通常需要大约10分钟才能煮熟。我们希望它全部有嚼劲，这样它就不会太软。明白了，我会留意意大利面，确保它不会煮得过头。那番茄酱呢？我们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平底锅里加热番茄酱，然后加入一些香草和香料来增加风味。听起来很好吃。肉丸和意大利面准备好后，我们可以把它们扔进番茄酱里。就是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在上面放上肉丸的意大利面，然后在上面撒些磨碎的帕尔玛干酪。这已经让我垂涎3尺了，我等不及要深入研究了。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吃的吗？我们可以吃配菜沙拉，里面有一些新鲜的蔬菜和简单的香醋酱来平衡口味。这是个好主意，配菜沙拉会为这顿饭增添些许新鲜感。我们现在应该准备吗？我们可以在煮意大利面的同时准备沙拉。让我们把蔬菜洗净切碎，然后把调味料搅拌在一起。听起来像个计划。我来处理切碎事情，你可以做调料。你建议穿什么衣服？用橄榄油、醋、地溶芥末酱、蜂蜜、盐和胡椒粉制成的简单香醋应该效果很好。完美，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可以坐下来享受美味的意大利面晚餐，品尝美味的味道。绝对可以，我很期待一顿舒适而令人满意的饭菜。让我们开始准备工作吧。我也很兴奋，让我们让这顿晚餐成为一次难忘的晚餐。我去拿食材，然后一起做一顿很棒的饭菜。这就是精神，让我们让它成为一种有趣而愉快的烹饪体验。我等不及要品尝你的美味意大利面了。第9课，顺畅旅行，在线办理登机手续还是机场值机？安娜你好，旅行时我们需要在线办理登机手续，还是可以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嗨，约翰，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可以选择在线或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这取决于您的偏好和航空公司的政策。您之前尝试过在线办理登机手续吗？我还没有尝试过在线办理登机手续，这是一个方便的选择，还是我应该坚持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在线办理登机手续可能非常方便，它可以避免在机场排长队，从而节省时间。您通常可以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内办理登机手续。
这听起来很吸引人。改为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如果您有特殊要求或需要座位选择方面的协助，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可能会有所帮助。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可以亲自解决您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我明白了。因此，如果我有任何特定的需求或偏好，最好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否则，在线办理登机手续应该可以正常工作。没错，在线办理登机手续通常适合大多数旅客，尤其是那些只带随身行李的旅客。它提供了无忧的体验。很高兴知道，我通常更喜欢带着随身行李轻装旅行。我将在下次旅行时尝试在线办理登机手续。对于顺畅的在线办理登机手续有何建议？确保随时准备好您的旅行证件和护照详细信息，仔细检查航空公司的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了解具体说明和所有必须的信息。手头上有所有必要的文件和信息至关重要，我一定要做好准备。谢谢你的建议。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在完成在线值机流程之前，请记住还要检查行李限额和任何限制。行李限额和限制已正式注明，我也会注意这些。无论是在网上办理登机手续，还是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这里都是为了顺利出行。第10课，分享馅饼，分配利润和支出。嗨，安娜，在一起创业时，另一个关键点是利润和支出的分配。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嗨，约翰，在商业伙伴关系中分配利润和支出需要仔细考虑和公开沟通。你有没有想过任何特定的方法？我认为公平透明的方法是关键。一种选择可能是根据每个合伙人的投资百分比来划分利润和支出。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一种常见的方法，称为比例共享。它确保每个合伙人获得一部分利润，并负责相应的费用。但是，也存在其他方法。有哪些其他方法可以分割利润和支出？另一种方法是平等分享方法，即合作伙伴无论个人投资如何，均衡分配利润和支出。这可以促进平等和协作意识。平等分享听起来确实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如果双方在努力和时间上贡献均等的话。还有其他方法我们应该考虑吗？是的，还有基于绩效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根据每个合作伙伴对企业成功的个人贡献来划分利润和支出。它奖励那些带来非凡价值的人。这是一种有趣的方法，它鼓励合作伙伴加倍努力，并相应的奖励他们的努力。我们应该如何决定哪种方法最适合我们的伙伴关系？与您的伴侣进行公开和诚实的讨论至关重要。考虑彼此的预期、投资金额和业务的总体目标。找到符合你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方法是关键。
沟通和协调无疑很重要，我们应该进行详尽的交谈，确保每个人都在同一页面上。感谢您的指导。第11课，商务飞机旅行，伦敦和巴黎。安娜你好，下周我要从伦敦飞往巴黎出差，在这2个城市之间旅行有任何提示或建议吗？嗨，约翰，多么令人兴奋！在伦敦和巴黎之间旅行可以轻而易举。您是否考虑过可用的不同交通方式？我听说过连接这2个城市的欧洲之星列车，这是一个方便的选择吗？绝对可以。欧洲之星是一种流行且高效的交通方式，它提供了从伦敦到巴黎的无缝旅程，最少的旅行时间，并具有避免机场麻烦的额外优势。听起来很棒。那航班呢？伦敦和巴黎之间有直飞航班吗？是的，有几家航空公司提供伦敦和巴黎之间的直飞航班，这是一个快速便捷的选择，尤其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只要确保查看航班时刻表并比较价格即可。我一定会考虑这2个选项。那么，关于城市内部的交通，你有什么具体的交通方式推荐吗？在伦敦，地铁，也称为地铁，是一种有效的出行方式，它涵盖了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在巴黎，地铁也是类似的选择，其广泛的网络连接各个社区。我会记住的。从机场到市中心怎么样？在伦敦，你可以使用希斯罗快线或盖特威克快线，具体取决于你要飞往哪个机场。在巴黎，RER 列车或机场班车可以带您前往市中心。很高兴知道，我将查看这2个城市的机场交通选项。对空闲时间可以去的地方或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建议吗？在伦敦，您可以探索伦敦塔、白金汉宫和大英博物馆等标志性地标。在巴黎，千万不要错过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和巴黎圣母院。这些都是很棒的建议，我会尽量抽出时间去参观其中一些景点。感谢您提供的所有有用信息。第12课，成本难题，达成公平协议。安娜你好，让我们讨论一下成本影响，并就此达成公平的协议。你建议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嗨，约翰，在成本方面，透明度和开放的沟通是关键。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概述所有涉及的费用。你列了清单吗？绝对可以，我已经编制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列出了我们预计的所有费用，包括供应、营销和运营成本。清楚地了解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很重要。太棒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如何分摊这些成本。一种方法可能是在我们之间平均分配它们。你对此有何看法？平均分摊成本似乎是公平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双方在业务中拥有同等的股份。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方法？
是的，另一种方法可能是根据每个合作伙伴的投资按比例分摊成本，这确保了每个合作伙伴根据其财务承诺进行捐款。这是一个有道理的观点，它给人一种平衡感和公平感。那么持续的费用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对于持续的开支，我们可以制定预算，并按预先确定的利润百分比来支付这些费用。这样，我们在考虑业务盈利能力的同时分担财务责任。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它使成本与业务绩效保持一致。在达成公平协议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其他因素吗？绝对可以，还必须考虑非货币捐款的价值，例如时间和专业知识。我们应该承认并考虑我们为业务成功做出的不同贡献。我完全同意，非货币捐款具有重要价值，应予以承认。让我们确保我们在协议中将它们考虑在内。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不客气，达成一项考虑到所有方面的全面和包容性的协议至关重要，这将确保公平和谐的伙伴关系。事实上，全面的协议对于成功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很感激你的意见，让我们共同努力，最终确定成本安排，推进我们的业务计划。绝对可以，我相信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协议。祝您建立一个繁荣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此干杯！我们将共同应对成本难题，建立蓬勃发展的业务。第13课，富有成效的选择，探索你最喜欢的水果。嗨安娜，我很好奇，你平时会买哪些水果？我希望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多样性。你好，我很高兴你有兴趣在饮食中添加更多水果。我最喜欢的一些水果包括苹果、香蕉和草莓，它们用途广泛，随时可用。那你呢？苹果和香蕉肯定也在我的清单上。我也喜欢橙子和葡萄，我觉得它们清爽而且很容易吃零食。你还推荐其他水果吗？绝对可以。菠萝和芒果是美味的热带水果，味道浓郁。西瓜在夏天很棒，蓝莓富含抗氧化剂，值得一试。这些听起来很诱人，下次我一定要去买点菠萝和芒果。你有什么选择成熟和新鲜水果的小贴士吗？选择水果时，要注意鲜艳的色彩和坚硬的质地。例如，成熟的香蕉果皮呈黄色，没有绿色斑点。对于浆果，请确保它们丰满且不糊状。相信你的感官。这是有用的建议，我会留意这些特征。买当季水果怎么样？这是你优先考虑的事情吗？当然，购买当季水果可以确保最佳的味道和可负担性。由于它们是在当地种植的，因此也更具可持续性。农贸市场非常适合寻找时令水果，你试过吗？
我对农贸市场的探索不多，但这听起来像是发现新鲜和时令农产品的好方法，我一定会检查的。我应该在那里找什么特别的水果吗？农贸市场通常有各种各样的水果，留意独特的发现，例如传家宝苹果、特色浆果或异国情调的水果。这是一个发现新事物并支持当地种植者的机会。这听起来令人兴奋，我很期待探索农贸市场，尝试不同的水果。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第14课：个人之旅，计划的力量。嗨，安娜，我正在考虑开始我的第一次单人旅行冒险。你有什么保持井井有条和制定备用计划的秘诀吗？嗨，约翰，太令人兴奋了！对于单人旅行，保持井井有条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创建详细的行程并随身携带重要文件。你考虑过使用旅行应用程序吗？我没有考虑过使用旅行应用程序，但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你推荐哪一个？一个受欢迎的旅行应用程序是 TripIt， 它使您可以将所有旅行详细信息整理到一个地方，包括航班、住宿和活动。它还可以向您发送实时更新和提醒。这听起来很方便，我一定会考虑 TripIt 来组织我的旅行计划。那制定备份计划呢？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制定备份计划总是一个好主意。研究替代路线、交通选择和附近的住宿，这样如果发生任何意外变化，你就可以做好准备。这是有道理的，灵活性是关键。我会确保考虑其他选择。那安全呢？在这方面对单身旅行者有什么建议吗？安全是最重要的，与值得信赖的朋友或家人分享您的行程，保持警惕，尤其是在拥挤的地方，并谨慎对待您的物品。安全总比后悔好。当然，安全不应受到损害。我会告知某人我的旅行计划，并在整个旅程中保持谨慎。还有其他组织技巧可以分享吗？是的，可以考虑制作护照、保险和旅行预订等重要文件的数字副本，将它们安全的存储在云存储中，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自己。如果丢失或被盗，它可以成为救命稻草。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会确保有我的基本文件的数字副本，它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层。感谢您提供所有这些宝贵的技巧。第15课：全球语言，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你好 Anna， 我很好奇，你认为世界上最常用的语言有哪些？我觉得学习不同的语言及其影响力很有趣。你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5种语言是普通话、西班牙语、英语、印地语和阿拉伯语。它们在全球有大量的演讲者。普通话、西班牙语、英语、印地语和阿拉伯语，这些确实是不同的语言。我对英语很熟悉，
但我也很想探索其他语言。你研究过其中任何一个吗？我学过西班牙语和一点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在许多国家被广泛使用，因此对旅行和文化沉浸很有用。阿拉伯语有其独特的美感，在整个中东都被使用。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我同意，学习一门语言为新的文化和体验打开了大门。我将来会考虑探索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关于这些语言有什么有趣的事实吗？绝对可以。普通话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言，有超过10亿人使用。英语通常被称为全球商务语言，广泛用于国际交流。汉语作为最常用的语言，确实非常了不起。英语作为一种全球语言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西班牙语、印地语和阿拉伯语呢？有什么有趣的方面吗？西班牙语是全球使用人数第2多的语言，其母语使用者人数排名第2。印地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具有文化意义。阿拉伯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伊斯兰教的礼拜语言。哇，关于每种语言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我有动力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文化。你有推荐的资源或语言学习应用程序吗？Duolingo 是一款流行的语言学习应用程序，提供所有这些语言的课程。它易于使用，并提供互动课程以帮助您入门。这是开始语言学习之旅的好方法。Duolingo 听起来像是一个很棒的工具，我一定会试一试的。感谢您分享所有这些宝贵的信息，真的很迷人。第16课：社交成功，充分利用活动。安娜你好，下周我将参加一个社交活动，我想让它物有所值。关于如何处理这些事件并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有什么建议吗？嗨，约翰，社交活动可能是宝贵的机会。首先，为活动设定明确的目标。你想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您想与特定行业或专业人士合作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会事先定义我的目标和目标受众。关于如何发起对话并给人留下好印象，有什么建议吗？首先，以自信和友好的笑容介绍自己，提出开放性问题，以表现出对方的真正兴趣。积极倾听是关键，它有助于建立融洽的关系，并允许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我会记住的。积极倾听和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对于建立联系至关重要。社交活动结束后，您如何进行后续行动以保持这些联系？后续行动至关重要，在1-2天之内，发送个性化电子邮件或 LinkedIn 消息，表达您对对话的感激之情，提及你讨论过的具体内容，以唤起他们的记忆。这是一个宝贵的提示。个性化的随访表明您在活动期间非常专心。交换名片怎么样？在这个数字时代，它仍然重要吗？当然，名片仍然很重要，它们切实地提醒您的互动，确保您的卡片是专业的，
并包含基本的联系信息和任何相关的社交媒体账号。很高兴知道名片仍然有价值，我一定要把它们准备好。有什么我应该注意的社交活动礼仪小贴士吗？是的，有一些礼节技巧要记住。着装专业，注意个人空间，避免垄断对话。记住要遵循任何特定活动的指导方针，尊重他人的时间。专业着装和尊重他人的界限是需要记住的重要方面，我一定要注意这些。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见解。第17课，美味的秘密，分享汤食谱。嗨，安娜，我试过你的汤，味道太棒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很想学习你的食谱。嗨，约翰，我很高兴你喜欢它。这是一个简单的食谱。我首先用橄榄油炒洋葱和大蒜，然后加入胡萝卜、芹菜和土豆等切成丁的蔬菜。我让它们煮几分钟。听起来很好吃，炒洋葱和大蒜必须增添奇妙的味道。下一步是什么？蔬菜稍微煮熟后，我倒入蔬菜或鸡肉汤煮沸，然后我减少热量，让它慢火煮直到蔬菜变软。炖汤可以让味道很好的发育。那调味料呢？你添加任何草药或香料吗？是的，我喜欢加一片月桂叶、一些百里香和少许黑胡椒作为调味，它赋予了汤一种微妙而令人愉悦的味道。我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盐分。月桂叶、百里香和黑胡椒的组合听起来很棒，它必须增强汤的整体风味。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最后，我通常会加入一些切碎的新鲜欧芹，以获得清新而充满活力的感觉。它为汤增添了流行色彩和淡淡的新鲜感。加入新鲜的欧芹，为这道菜增添了可爱的视觉吸引力和新鲜感，它一定会让它更加美味。上菜前还有最后的步骤吗？汤准备好后，我去掉月桂叶，如果需要的话，再加点欧芹装饰，然后趁热食用，旁边放点硬皮面包。这听起来像是一顿舒适而令人满意的饭菜，我等不及要尝试自己动手制作了。感谢你分享你的食谱。第18课，项目清晰度，理解目标。嗨，安娜，你已经审查过项目目标了吗？我有。我们清楚需要实现的目标吗？嗨，约翰，是的，我已经彻底了解了项目目标。目标定义明确，与总体愿景一致。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理解。很高兴听到，明确项目目标对于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你注意到任何具体的里程碑或截止日期了吗？绝对可以。我发现了项目文档中提到的几个里程碑和截止日期，它可以帮助我们跟踪进度并确保及时完成关键任务。
太棒了！明确的里程碑和截止日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路线图。您是否遇到任何预算限制或资源限制？是的，项目文件强调了预算限制和资源限制。在计划和执行我们的任务时，请务必注意这些因素。意识到预算和资源的限制对于有效的项目管理至关重要。您是否找到了有关所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任何信息？是的，项目文件确定了关键利益相关者，它包括他们的角色、责任和参与决策过程的程度。了解关键利益相关者及其角色对于有效的沟通和协作至关重要。你遇到过任何风险或潜在挑战吗？是的，项目文件概述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它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应急计划和缓解策略，以确保顺利进展。识别和应对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对于项目成功至关重要。您是否找到了有关所需项目成果或交付成果的任何信息？绝对可以。项目文件明确定义了预期的结果和可交付成果，它为我们最终需要实现的目标提供了清晰的愿景。清晰地了解预期的结果和可交付成果，有助于我们保持专注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你找到有关项目时间表的任何信息了吗？是的，项目文档包括一个时间表，该时间表概述了每个阶段的计划持续时间和总体项目持续时间。制定明确的项目时间表有助于我们有效地管理时间，并确保及时完成。你在评论中还发现了什么吗？除了上述方面，我还找到了有关项目范围、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将要使用的沟通渠道的详细信息。了解项目范围，管理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及利用适当的沟通渠道，对于项目成功至关重要。感谢您分享您的发现。第19课：探索社区，寻找诊所。嗨，安娜，你知道诊所离这里有多远吗？我需要去看医生，但我对这个地区不熟悉。嗨，约翰，诊所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在步行距离之内。你想让我给你指路吗？那会很有帮助，我很感激你的帮助。我应该怎么去那里？有什么我应该注意的地标吗？当然，从这里出发，你需要沿着这条街直行2个街区，然后在十字路口右转，诊所将在你的左边。留意一个写有诊所名称的红色大标志。明白了，直行2个街区，在十字路口右转，我会发现左边有个大红色标志的诊所。很容易发现吗？是的，该诊所以其独特的红色标志非常引人注目。如果你碰巧错过了，你可以问问附近的人，他们就能指导你。很高兴知道，让当地人提供路线总是有帮助的。诊所也在周末开放吗？
是的，诊所周末开放，他们的工作时间略有减少，但你应该能够去看医生，最好提前打电话查看他们的空房情况。我一定要事先打电话，谢谢你告诉我。有什么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达诊所吗？是的，有一个公交车站离这里只有一个街区，你可以乘坐15路巴士，它会把你送到诊所门前。这很方便，乘公共汽车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我决定开车，诊所附近有停车设施吗？是的，诊所大楼附近有一个停车场，这是一个付费停车设施，但它很宽敞，所以你应该能够很容易的找到一个地方。这令人放心，附近有停车场，对于那些喜欢开车的人来说很方便。去诊所之前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只需确保携带您的身份证件和任何相关的医疗文件或保险信息即可，它将简化诊所的注册流程。我会确保收集所有必要的文件。谢谢你的提醒，感谢你帮忙找到诊所。不客气，我很高兴能帮助你，我希望你能尽快好起来。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随时提问。我会的，再次感谢您的指导和支持，有熟悉该地区的人真是令人欣慰。小心。第20课，公司契合度、动机和抱负。嗨，安娜，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想在我们公司工作？我听过关于他的好消息，但我想知道你的观点。嗨，约翰，好吧，我已经做了一些研究，贵公司的创新方法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确实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正在寻找一个符合我的价值观的工作场所。这很有趣。寻找一家符合我们价值观的公司，对于长期满意度至关重要。是否有任何具体的项目或举措引起了你的注意？绝对可以。我特别被该公司最近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所吸引。我对环境保护充满热情，参与这些举措会很有成就感。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从事符合我们激情的项目，可以为我们的职业生涯带来目标感。你还考虑过公司文化吗？是的，我听说贵公司促进协作和包容的文化。我相信团队合作和多元化的力量。我认为我会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协作和包容性确实是健康工作文化的重要方面，它们有助于营造积极的支持气氛。公司的声誉有什么吸引你的具体内容吗？好吧，您的公司已成为该行业的领导者而闻名。我很佩服专业水平及其对市场的影响。加入这样一个信誉良好的组织将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成为一家备受尊敬和有影响力的公司的一员，可以提供巨大的增长机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职位如何与你的职业抱负保持一致？是的，这个职位似乎完美地融合了挑战与成长。
这符合我成为项目经理的长期目标，使我能够发展自己的技能，并为有意义的项目做出贡献。太棒了！找到一个符合我们职业抱负的职位时，我们走上了一条充实的道路。你与公司的现任或前任员工有过任何互动吗？是的，我有机会通过专业网络与几位员工建立了联系，他们高度评价了公司的支持文化和职业发展机会。从现任或前任员工那里收集见解总是很有价值的，他们的经历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在组织内工作的感受。您是否考虑过公司的未来前景和增长潜力？绝对可以。我研究了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增长预测，扩张的潜力和未来的激动人心的机会，使它成为我发展职业生涯的有吸引力的地方。评估公司的未来前景是明智之举，加入一个前景光明的组织很重要。还有其他影响你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的吗？还有一件事，公司对员工发展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承诺对我来说确实很突出。我相信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和谐关系，看到这种价值在这里得到体现令人鼓舞。优先考虑员工发展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于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公司分享这些价值观真是太好了，感谢您分享您的动机。第21课，寻找特别的礼物，一次购物冒险。嗨，安娜，今天我们为亲人找一些特别的礼物怎么样？用一些独特的东西给他们一个惊喜，总是很不错的。嗨，约翰，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喜欢购买特别的礼物。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购物之旅？好吧，我们从当地的工匠市场开始怎么样？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手工制作和独一无二的物品，可以作为完美的礼物。这是一个很棒的建议。我喜欢支持当地艺术家，他们的创作往往具有个人风格。你在找什么类型的礼物？我正在考虑为我姐姐买一件定制的珠宝，她喜欢独特的配饰。你呢？对你所爱的人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我正在考虑为我的父母制作一本个性化的相册，他们珍惜回忆，我认为精心收集的照片将是一份由衷的礼物。这是个好主意，个性化礼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以探索市场，看看什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吗？绝对可以，让我们花点时间浏览一下摊位。一路上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隐藏的宝石。你有什么特别的摊位吗？我听说过入口附近珠宝摊的好消息，它们具有独特的设计，甚至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定制作品。这听起来很有希望，让我们先去那里，看看他们有没有符合你姐姐风格的东西。我很高兴看到他们能提供什么。太棒了！我敢肯定我们会在那里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完成后，我们可以进入手工制作的手工艺品部分，它们通常也有个性化物品。
这是个很棒的计划。手工制作的工艺品具有一定的魅力，我敢肯定，我们会在那个部分找到最适合我父母的东西。让我们探索每个摊位，慢慢来。这不仅是要找到合适的礼物，还要享受发现独特物品的整体体验。我完全同意，购买礼物应该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我们还可以向供应商征求建议，听听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绝对可以。与供应商互动，为我们选择的礼物增添了个性化风格。了解每件作品背后的灵感，令人着迷。这就像解开故事和礼物一样，我觉得这方面真的很特别。此外，供应商可以提供有关如何保养物品的见解。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知道如何保养礼物，可以确保它们的使用寿命。从专家那里获得这些提示总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希望这些礼物能够长期珍惜。在开拓市场时，一定要询问任何特殊的保养说明。听起来像个计划，让我们踏上这场购物冒险之旅，寻找那些能为亲人带来欢乐的特别礼物。我等不及要看看他们的反应了。第22课，探索汽车偏好、尺寸和受欢迎程度。嗨，安娜，你注意到中型汽车在这里很受欢迎吗？我很好奇人们对汽车尺寸的偏好。嗨，约翰，是的，看到中型汽车的受欢迎程度很有趣。我想知道哪些因素促成了它们的吸引力。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好吧，我认为中型汽车可以在功能和机动性之间取得平衡，它们为乘客和货物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而不会太笨重。这是有道理的。中型汽车用途广泛，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它们既适合城市驾驶，也适合长途旅行。没错，它们提供舒适的驾驶体验，同时仍然适合日常使用。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买一辆中型车？我很欣赏中型汽车提供的便利和灵活性，它们似乎很适合我的生活方式。那你呢？我也一直在考虑，拥有一辆足够宽敞的汽车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但又不太大，无法在交通中行驶的想法很有吸引力。找到一辆适合我们个人喜好和要求的汽车很重要。你研究过任何特定的型号或品牌吗？我一直在研究一些选择。我被知名品牌的几款中型车型所吸引，这些车型以其可靠性和安全功能而闻名。研究不同的模型和品牌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找到符合我们期望的汽车。绝对可以。在选择汽车时，必须考虑燃油效率、维护成本和可用功能等因素。哪些功能对你很重要？安全功能对我来说是头等大事。我重视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和技术，这些系统和技术可以提高道路的整体安全性。
安全绝对是头等大事，拥有这些有助于预防事故和保护驾驶员和乘客的功能令人放心。绝对可以。我们还应该考虑舒适度、技术集成和整体驾驶体验等因素。这是关于找到正确的平衡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驾驶体验在我们对汽车的满意度中起着重要作用，值得试驾不同的模型来衡量这一点。我同意。试驾时，我们能够亲身体验汽车的操控性、响应能力和整体舒适度，这是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一旦我们收集了所有必要的信息，并对一些选项进行了测试，我们就可以缩小选择范围，做出明智的决定。第23课，财务建议，咨询专业人士。嗨，安娜，你有没有考虑过咨询财务顾问？他们可以为我们的财务管理提供宝贵的指导。嗨，约翰。是的，我已经考虑过了。财务顾问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策，并制定可靠的财务计划。你以前咨询过吗？我没有，但我一直在考虑寻求他们的专业知识，让专业人士评估我们的财务状况，并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至关重要。绝对可以。财务顾问可以提供有关投资机会、退休计划和策略的见解，以实现我们的财务目标。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想确保我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确保稳定的财务未来。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财务顾问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风险承受能力，分散投资并应对潜在的财务陷阱。我完全同意。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使我们免于犯代价高昂的错误，并优化我们的财务决策。对于寻找可靠的顾问，你有什么建议吗？研究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可以向与理财顾问有过积极经历的朋友或家人征求建议。这是个好主意。个人推荐可以使我们对顾问的能力产生信任感和信心。我们还可以阅读在线评论并检查他们的证书。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确保我们选择的顾问是合格的，并在相应的监管机构注册。一旦我们缩小了选择范围，我们就可以安排与几位顾问进行初步磋商，讨论我们的财务目标，并评估其与我们需求的兼容性。这是关键的一步。面对面的会议使我们能够评估顾问的沟通风格、专业水平和理解水平。在咨询期间，我们还可以询问他们的费用结构以及如何获得报酬，澄清这方面也很重要。当然，费用和潜在利益冲突的透明度至关重要。我们希望与一位利益符合我们的顾问合作。一旦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财务顾问，我们就可以与他们合作制定全面的财务计划，以实现我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这是最终目标。
稳健的财务计划将为我们提供实现金融稳定、增长和安心的路线图。我很高兴能迈出这一步。咨询财务顾问将使我们对自己的财务决策充满信心，并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财务潜力。这是对我们未来的重大投资，让我们采取必要措施，寻找一位值得信赖的顾问，他可以指导我们走向财务成功。谢谢，祝你在寻找可靠的财务顾问时好运，让我们一起控制我们的财务状况。